10种蔬菜的藏毒部位，你以为是精华，实则是在慢性服毒。第一种菜根90%的妈妈都舍不得扔，富集了硝酸盐的菜叶，自带毒素的种皮，被农药浸泡的根茎，这些被你当成宝贝舍不得扔的部位，恰恰是你餐桌上最危险的健康刺客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蔬菜的藏毒部位，来一场蔬菜界的终极排雷。第10名，西葫芦的瓜蒂。你吃到过发苦的西葫芦吗？那不是火气大，而是危险的信号。葫芦科蔬菜为了抵御昆虫，体内都含有一套化学防御系统——葫芦素。正常情况下，它的含量微乎其微，但在高温干旱或异化授粉等极端情况下，蔬菜会反祖，启动防御机制，疯狂合成这种物质。听好了，这种东西毒性极强，且高温煮不死。而葫芦素最集中的地方就是瓜蒂，所以在处理西葫芦时，第一步就是先把2头的瓜蒂切掉扔了。第二步，在烹饪前切一小片生的，用舌尖舔一下，如果有明显的苦味，请毫不犹豫地把整根瓜全部扔掉。第9名，久放的南瓜。你切开老南瓜时，闻到过那股酒味或馊味吗？听好了，那不是成熟的信号，而是它内部已经开始腐烂的警报。南瓜在储存时，中心的瓜瓤会最先缺氧，从而被迫进行无氧呼吸。这个过程会把瓜瓤里的糖分直接转化成酒精，但别天真的以为这点酒精能杀菌，它浓度极低，不仅杀不死任何细菌，反而会成为酵母菌和霉菌最喜欢的营养液和开胃菜。所以南瓜一旦切开，闻到任何酒味、酸味或看到瓜瓤变得稀烂、水样，请毫不犹豫地把整个南瓜全部扔掉。第8名，大白菜的菜心。我们都知道，隔夜的绿叶菜亚硝酸盐会飙升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即使是新鲜的、未经烹饪的大白菜，它不同部位的亚硝酸盐含量也是天差地别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由于生长和代谢的原因，大白菜的亚硝酸盐含量呈现出从外到内逐渐升高的规律。也就是说，最里面最鲜嫩的菜心，恰恰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部位。如果是炒熟吃，没问题。但如果你喜欢用最嫩的菜心来做凉拌白菜心，等于是在吃一份浓缩的亚硝酸盐。第7名，茭白的黑色霉点。你切开茭白时，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些黑色的像芝麻一样的小点？很多人以为是长老了或者坏了。听好了，这既不是坏了，也不是精华，它是一种叫做孤黑粉菌的真菌的孢子。虽然它本身无毒，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有独特的风味，但这个寄生现象也提醒我们，茭白的生长环境水田，是各种寄生虫的天堂。所以对于茭白绝对不能生吃，必须彻底煮熟。第6名，芋头的皮。芋头、山药这类食物的表皮里含有大量的草酸钙真晶和植物碱，这些微小的针状的晶体会物理性的刺入你的皮肤，引发强烈的瘙痒和刺激。虽然高温可以破坏它们，但直接接触依然很不舒服。而且这层皮也是泥土和微生物最集中的地方，所以芋头皮必须削掉。第5名，韭菜的根部。很多人割韭菜喜欢从最根部贴地斩，觉得那一段最壮。小心，这个部位恰恰是农药残留风险最高的区域。韭菜的生长特性决定了农民在喷洒农药时，大量的农药液体会顺着韭菜叶流到根部并蓄积起来。特别是对于那些使用农药灌根这种违规操作的，根部的农药含量更是惊人。所以吃韭菜请至少切掉离根部1寸以上的长度。第4名，新鲜黄花菜的花蕊。我们知道，新鲜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，需要焯水浸泡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整朵花里秋水仙碱含量最高的部位就是中间的花蕊。所以最安全的处理方法，除了焯水浸泡，更应该在清洗时就将整个花蕊包括花粉全部摘掉，只保留花瓣食用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。第3名，荸荠的皮。很多人图方便，用牙齿直接啃掉它的皮，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主动邀请寄生虫的行为。荸荠生长在水塘和沼泽的淤泥里，它的表皮极易附着一种叫做姜片虫的寄生虫的虫卵。你用牙齿去啃皮，等于是在亲口接种这些肉眼看不见的虫卵。所以吃荸荠必须彻底清洗、削皮，最好再用开水烫一下。第2名，鲜蚕豆的豆荚。蚕豆中的几种强氧化性物质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蚕豆嘧啶和半蚕豆嘧啶。科学研究发现，这些物质在蚕豆植株中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，它们的浓度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：
豆荚大于种皮大于蚕豆粒本身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直接烹饪和食用整个嫩豆荚，比如一些地方喜欢吃的油焖全蚕豆，或者在剥豆荚时，皮肤接触或吸入了豆荚破损处散发出的花粉和挥发性物质，其风险要高于只吃煮熟的蚕豆粒。第1名，折耳根的根。川渝地区人们最爱吃的折耳根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魔鬼的影子——马兜铃类酰胺。你可能没听过它，但你一定听过它臭名昭著的大哥，早已被世卫组织锤死的1级致癌物马兜铃酸。而马兜铃类酰胺就是马兜铃酸在植物体内的代谢产物和近亲。和很多植物一样，折耳根也将最核心的化学武器大量富集在地下根茎里。这意味着你吃的最脆爽的那部分，恰恰是风险物质含量最高的部分。有人也许会说，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。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普频道，我们必须告诉你，长期大量的食用，尤其是不经烹饪的凉拌折耳根，是在用自己的健康进行一场未知的豪赌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每天吃的这些蔬菜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